重生高考考场，我发疯一样冲了出去。因为考完英语后，监考老师会变成丧尸，世界末日就此降临。我必须在考试的2个小时内囤积足够多的物资，躲进安全的地方，熬过最危险的前7天。坐在考场，看着面前刚发下来的英语试卷，以及墙上指向下午3点的挂钟，我全身都在发抖。尤其是看见那个秃顶监考老师，我确信自己重生了。在2个小时后交卷的那一刻，监考老师会突然抽搐，接着张开血盆大口扑向旁边的监考老师，一口咬下，惨嚎惊天。前一世我在末世中苟活，开启了长达3年的末日生存，后来在无数丧尸的包围中跳楼身亡，重生到了现在期末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场上。我深呼吸，冷静思考，很快平静了下来。3年的末日生存已经造就了我良好的心理素质。短暂的震惊过后，我立刻规划好了逃亡步骤。首先，我必须尽快囤积一定量的物资，最起码可以让我消耗7天，因为前7天是最恐怖的丧尸爆发期，几乎每个在外的活人都会被咬死。然后尸变，我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抵御丧尸的安全屋，绝对不能像上一世那样乱跑啊！我目前只需要考虑这2点，因为时间不够了。对应这2点，我选定了2个地方，一是食堂旁边的超市，二是我的宿舍。超市可以买物资，宿舍我能快速布置防御措施。我们教室是考场之一，我宿舍离我现在的位置也就3分钟距离。我也考虑了一下，要不要离开学校去找更安全的地方，毕竟学校人太多了，容易出事。可短短2个小时，实在无法让我考虑的更加周全了。我现在只能就近囤货，然后快速躲藏，不再多想。我站了起来。老师，我肚子疼。2个监考老师一愣，其他同学听到露出奇怪的表情，我不理会，径直往外跑。其中一名监考老师让我站住，可能觉得我是要出去作弊，我哪里会站住？要是被他缠上时间就更不够了。监考老师又惊又气，赶紧来追。我已经从厕所后面绕到了通往食堂的通道，由于是考试，到处都静悄悄的，校道上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冲到超市，喊到老板帮我报2箱矿泉水。老板正在玩电脑，见我突然跑进来，不由得问道：哪里来的？不用考试吗？我急忙敷衍道：我1道题都不会就不考了，买点东西请全班同学吃，吃完散伙。说罢，我便抓起袋子开始扫荡物资。由于超市不大，物资还是不太丰富的，我主要是拿泡面、压缩饼干、牛奶、罐头这些。老板帮我报了2箱矿泉水，说道：你可真牛啊，考试都不考了，回家不会被你爸妈胖揍吧？我回答道：说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我家其实很穷，我是奶奶养大的。前些年奶奶也去世了，我用存了很久的生活费，将能买的都买了，其余能果腹的零食加起来也有100份。我开始装日用品，包括消毒液、绳子和剪刀之类的，我还买了一把西瓜刀。老板惊呼：这些也是给你同学的吗？我解释道：我打算等下去买几个西瓜，买把西瓜刀很正常吧？老板这才放下心来。我不贪婪物资，因为我的时间实在太少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便把物资分批扛回宿舍存放。接上集，我在超市购买了大量物资之后，便朝宿舍跑去。宿舍不远，而且我的宿舍在2楼，所以搬运很方便。到了宿舍楼门口，宿管疑惑的看着我，我微微低下头说道：我是超市的员工，有同学让我帮忙运东西去他们宿舍。宿管不记得我这个小透明，让我自己折腾，他自顾自的刷着手机。我把所有物资搬进来，看了下时间，还有不到40分钟考试就结束了。我抓紧布置宿舍门，必须反锁，我不打算放任何人进来。上一世我见证了太多的人心险恶，这一世我不亲近任何人。我将桌子推过来抵着门，西瓜刀直接放在桌上，然后用海报贴住了窗口，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里面。我再跑去厕所，把所有的桶都接满水，这是宿舍最大的优势。如果后期无法逃离这里，水就是命。还有就是将充电宝充满电，末世电源可是稀缺物品。做完这一切，已经是下午5点49了，还有1分钟考试就结束了。那种在末日里的紧张感一阵阵袭来，
但我的脑子依旧冷静。最后1分钟，我飞速考虑了一下隐患，这是在末日生存养成的好习惯。最大的隐患应该是门锁。我们学校的宿舍门是木门，锁也是比较老旧那种，要是被一直撞击，大概率会脱落。我假设最坏的情况，如果有人破门而入，我应该怎么处理？下一刻铃声响起，不久我听见了欢呼声、脚步声和议论声，随后便是尖叫、哀嚎和惊哭。学校乱了，整个世界也开始乱了。我听着外面刺耳的惨嚎声，心里却渐渐平静了下来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无论是谁死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有任何波动。不久，惊叫声蔓延到了宿舍楼，一些离这里近的学生没头没脑的往宿舍跑，这是我料到的，也是隐患之一。楼梯上全是脚步声，渐渐的也有了丧尸的嘶吼声。猛的一声炸响，有人惊慌的撞到了我的宿舍门，我还听见了钥匙的声音，有人在开门。我微微皱眉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这是选择宿舍囤货最不安全的一点，我充分发挥了宿舍的优势，但现在要面对宿舍的劣势了。我先不出声，过去按住门把手，加上我已经反锁了，钥匙是打不开的。只要打不开，外面的人大概率会继续逃去别的宿舍。可这时外面却传来用钥匙开门的声音：“谁把门反锁了？有人在里面吗？”我听到一个熟悉又讨厌的声音，是社长丧彪。学校很多女生都说仰慕他的才华，都封他为校草，说毕业后要嫁给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好父亲。恭喜丧彪同学获得全市作文比赛第1名，题目是我的市长爸爸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，前世他经常欺负我，因为我家里穷，他把我当下人使唤。碍于他的家世，老师们都不敢得罪他，而我就只能忍受长达几年的校园霸凌。我曾一度想过要离开人间。前世他为了活命，把我推去丧尸群，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。可见我多么恨他。现在我不可能放他进来，因为我知道他一旦进来，我肯定活不成。我用力抵着门，只要等下丧尸追来了，他们就不得不离开。此时一个男生大叫着，肯定有人在里面，快开门，我们要进去。然后开始撞门，女生则扒拉窗户，窗户我也提前用海报挡住了。由于拍打，一张海报掉落，正好让外面的人看见我的半边身子，这下芭比 Q 了。丧彪看到我之后破口大骂：“你神经病是吧？快给我开门！”我不为所动，只等丧尸赶紧追过来赶跑他们。但事与愿违，丧尸并没有来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因为外面的人太多了，他们吸引了大量的丧尸，所以这里反而很安全。男生们更加疯狂的撞门，我暗骂一声，这样下去不行，真被撞开就完了。我迅速改变了策略，说道：“不要撞了，撞坏了谁也没法躲。你们相互检查身上有没有受伤，无论是什么伤都不能进来，因为有可能会被感染了。”听到这里，他们也是怕死的，赶紧敷衍的相互检查起来。我再次说道：“被抓伤咬伤的会变异成丧尸，你们最好检查仔细点，不然我们全部人都要完蛋。”检查完毕后，他们对我说道：“没有伤口，我们都没被感染。”这时一个女生迟疑到丧彪的手在流血，她连忙解释道：“这是刚才被树枝划伤的。”手上赫然有一道清晰的伤痕，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被丧尸抓的。于是我做出了决定，丧彪不能进来，其余人可以进来。我凭什么不能进？忽然脸色大变，哭了起来。其中一女生劝我说道：“丧彪是被树枝划伤的，他没有被咬，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吧。”此时的我无比冷漠，末日之下想要生存，首先不能心软，更不允许有圣母存在。僵持了一下，忽然一个喜欢他的校花说道：“丧彪，你还是离开吧。”丧彪听到那女生的话，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。那女生二话不说便拉着丧彪走了。此时有人说道：“他们走了，快开门啊！”我知道丧彪肯定没走，他跟我玩小把戏呢。此刻有人还在不停的撞门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怕门锁会坏掉，到时候怕是连我都没地方躲。我不怕放他们进来，我自信可以将这帮人变成手下。前世在末日待了3年，对付单个丧尸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丧彪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感染尸变，到时候我干掉他，其他人一定认我做老大。在末世为了生存，人们往往都会选择跟随强者，
随后我便打开了门，门刚打开一条缝，就被人一脚踹开，外面的人纷纷涌进宿舍。不出所料，丧彪和那个女的也在最后面进来了。门刚打开一条缝，就被人一脚踹开，外面的人纷纷涌进宿舍。不出所料，丧彪和那个女的也在最后面进来了。丧彪进来又是给我一脚，对我说道：诸葛，真有你的！要不是我假装离开，你肯定会眼睁睁看着我们被咬死。我没有说话，他旁边那个女的接着说：他肯定是嫉妒你，才要置你于死地。这种屌丝真是不要脸。说话的女人叫钱芳，是我以前的同桌。当时她学习不好，一开始我还主动帮她补习，后面当她看到丧彪也对她有意思的时候，就怕她误会，然后和老师说我经常骚扰她，要求换位置，还跑去和丧彪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接下来就是丧彪对我长达几年的霸凌，真是一对狗男女。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接下来的计划，我会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报应。此时我和他们示弱，我为大家准备了大量的食物和水，够我们吃几天的了。我相信丧尸很快就会被消灭。我边说边去拿桌子顶好门。听到这里，其他人的心情也渐渐放松下来。这里有消毒水，还有其他药品，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丧彪说道：要诸葛过来帮我处理。我忍着怒火，在前世他就是一直把我当下人使唤，还一直说我是靠奶奶捡垃圾才交的学费。在他的眼里，穷人就不该读书，而是去做底层工作，服务他们这种有钱人。我把消毒水照在他的手上，他疼得嗷嗷叫。此时我也近距离看清了他的伤口，这是被丧尸弄伤了。没错，在被消毒水清洗过后，他手臂开始呈现出黑色的血管，估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变硬。处理好之后，我让他去床上休息一下，前方也赶忙过去照顾他。你爸爸会派人过来救你吧？这必须的，到时候他会派直升机过来接我。听到这里，其他人恨不得都做牛做马，让他带上一起走。我则走到桌子旁边，偷偷把西瓜刀藏好。丧彪看到我没有拍他马屁，很不爽，说道：飞机座位有限，可能到时候有的人没机会上哦。听到这里，其他人都差点哭出来，连忙示好。看到这里，他满足地说道：放心，你们几个位置还是有的。至于诸葛嘛，可能就没办法带上他了。说完，其他人都放松下来，因为他们只会顾自己的安危，只要不把他们丢下，其他的他们根本不会理会。就在这时，丧彪发出了可怕的怒吼，身体开始了变异。其他人吓得赶紧往我这边跑，前方则是被吓到腿软动弹不得。变异后的丧彪极具攻击性，看到身边的陆雪，立刻就扑了过去，顿时惨叫连天。其他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也直接吓哭了。此时我无比冷静，这种场面在前世我见多了。快来救我！平常和她关系最好两个姐妹和男同学，现在都躲我身后无动于衷。这种塑料花姐妹在现实中并不少见，没事的时候和你亲密无间，有事的时候就怕自己受牵连，躲得远远的。巴不得丧彪吃饱他后就不会吃他们了。像他们这种人，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们死活。过了一会，那边已经没了动静，只见丧彪开始转身，缓缓向我们这边走来。他们几个赶紧吓得躲上桌子，有个胆小的男生裤子还湿了，估计是流太多的汗了吧。等丧彪走到离我2米远的距离时，我果断地掏出西瓜刀朝他飞去，一下正中眉心。丧彪也顺势倒下，一波操作下来，他们瞬间被我的身手所折服，纷纷跳下来喊我大哥。有你在，以后我们就跟你了，有什么尽管吩咐。我心里暗道，你们以前不都看不起我吗？现在要让你们做我小弟，好好服侍我，这就叫天道有轮回。我和2个男生说道，你们俩去把他们处理一下，不要放在这里影响空气质量。其中一个说道，高哥，这不会忽然复活过来咬我们吧？他的弱点在脑部，是病毒控制了大脑才导致他攻击人，只要破坏掉脑部就能消灭他们。那前方会不会忽然变异啊？没那么快，你看丧彪被咬也需要一些时间，等病毒入侵到大脑才会产生变异。听到我说的，他俩战战兢兢的过去将他们
从窗口扔下去。经过刚才的事情，大家的紧张的精神都得到了放松。我对他们说道：“大家休息一下，先吃点东西。”听到这里，他们也想不了那么多，直接过去吃了起来。看着他们狼吞虎咽，我知道平常他们都是娇生惯养习惯了，根本不知道食物来之不易，对他们来说，只要有钱都买得到。忽然，一个女同学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干嘛拿了些食物给我说：“高哥，你也吃点东西吧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？”目前食物还够我们吃个2、3天，先看看外面环境怎么样。宿舍是待不久的，到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出去，寻找一个食物和水充足的庇护所。此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学校的超市。就在大伙正放松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敲门声。朱哥，你在里面吗？说话的正是隔壁宿舍的小金，全名卫生金。他是我在这个学校里少数不多的朋友，还有一个叫阿健。在其他人都看不起我、嘲笑我的时候，只有他们俩把我当朋友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我瞬间记忆回到了前世。在前世，我们3一起并肩作战，相互配合，艰难的在末世生存了下来。我能信任的也只有他们俩。我回了一句：“外面除了你还有谁？”朱哥，快开门！我和阿健没带钥匙，外面现在好多丧尸，太吓人了，让我们进去躲一下。听到这里，其中一个同学说道：“不能让他们进来，万一他们被咬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我们这里食物才够吃几天，人多了我们就分得少了。”其他人也纷纷赞同。我没有理会这些自私自利的人，我狠狠地说道：“别忘了，这里的食物可是我搜集的，我爱给谁就给谁，这里轮不到你们说话。”听到我生气，他们立马变了脸，生怕我到时候丢下他们。高哥说的对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我打开了宿舍门，小金和阿健立马跑了进来。看得出来，他们已经受惊过度，一下还没缓过神。看到我激动的都快哭了。我操，外面现在太恐怖了，好多人都变异成丧尸，见人就咬。要不是我和阿健为了出来双排提前交卷，因为这个时候小学生都在上课，是上分的好时机，估计我们都交代了。看到他们这个表情，我又瞬间联想到前世他们和丧尸拼杀的样子，不由得感叹，只有我一个人分重生了，还保留了记忆，他们现在却还是憨憨。你俩可以啊，偷偷双排不叫我，别忘了前世丧尸爆发前一晚，我可是和你双排到凌晨。其他人看到我们这感情，也纷纷讨好。金哥、简哥，你们俩安全逃离，真是万幸。刚才一定跑累了吧？这里有吃的和水，都是华哥准备的，你们过来吃点休息一下吧。这货前面还口口声声说不让他们进来，现在变脸真快。这种人如果活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分分钟是做翻译官的料。他俩倒也不客气，纷纷过来吃了点东西，然后说道：“朱哥，接下来怎么安排？平常你最喜欢丧尸片，整天都幻想有一天爆发丧尸，然后要带我们末日求生。现在到你实践的时候了。”这货说话还是那么溜。我对他们说道：“我们先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看看外面的情况再说打算。这里是肯定待不久的，我们要出去寻找食物和庇护所。你们来的时候还看到有其他幸存的同学吗？”当时我们只顾着逃跑，哪里还注意看这些？反正在我眼里，其他的都是丧尸。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，我安排了一下休息。我们现在有7个人，晚上要轮流有一个人警戒，不然大家都睡死。等下丧尸破门进来，我们只能梦中变异。还是你厉害，遇到这种情况我头脑都空白了，哪里还能想那么多？感觉你是不是以前经历过类似的事件？这句玩笑话把我惊呆了。不过我肯定不会和他们说我是重生回来的，毕竟说出来正常人都会觉得你吹牛，万一有人信了，等下他觉得自己也能重生，想不开提前去送，这就惨了。我说道：“我平常就喜欢看丧尸题材的影片，也经常做梦梦到，而且都是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所以很多类似的突发事件，我都尝试过不同的处理方法。”听到这里，他们也没多想，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，他们身心和心理都非常疲惫。商量好，我先第一个警戒，其他人都到头去床上睡觉了。晚上丧尸非常活跃，而且比较静，稍有一点声音就会引起他们注意。
想要转移地方，还是要选择白天。此时我正看着不远的超市，我的第一目标就是那里。等到天亮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赶忙叫其他人起来，载好物资，前往学校超市。由于雨声严重的影响了丧尸的听觉和嗅觉，我们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并没有惊动到他们。不久，我们来到了超市门口，这次没锁，我们直接开门进。小金说道：“门没锁，会不会里面藏有丧尸？”应该不会，丧尸不会自主开门，除非是有人开门放他们进来，又或者是之前的幸存者在里面变异。不过大家还是小心点为妙。我让最后进来的人把门锁起来，结果他说道：“门锁已经被敲坏，只能用一根棍子插在门把上。”这种情况可以肯定，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来到这里，大家还是小心一点。在末世为了独享物资，干掉其他人的事情比比皆是，我不得不防。我安排大家几人一组分头寻找幸存者和收集一些物资，我和小金、阿健一组，其他4人一组。我们开始分头行动。这里的食物够我们吃上1年半载了吧？这下不用愁了。未必，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大批丧尸包围，而且还有智慧型丧尸追猎者。当初我也是靠晨爆才消灭他，不过也把超市给炸了。所以当下我还是要先收集好有用物资。我和他俩说道：“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还是要去外面寻找其他地方。”此时我忽然想到，这个时候的艾因斯博士会不会还在他的研究所里？艾琳会不会还在某个地方躲避丧尸？想到这里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就是出去寻找博士和艾琳。如果能让博士提前研制出病毒阻断剂，会不会就能破坏掉将军的阴谋？说到这，我立马和他俩说道：“我们先去寻找武器。”我告诉了他们邮局和消防府的位置，而我也径直走向办公室，拿到我心仪的长横刀。我们来到中间汇合，原来是他们几个找到了之前进来的幸存者。走近一看，居然是班长小雅和他舍友小静，还有一个外面小哥。原来是爆发丧尸病毒的时候，他们俩逃跑的时候遇到刚来送货的外卖小哥，本想逃回宿舍，可是小哥说到食物饮水问题的时候，就改变想法，直接来到超市，撬坏门锁进来了。小雅接着说道：“这里物资充足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待到救援人员过来，大家都不用担心。”不会有救援人员到来了。现在外面已经是一团糟，这里很快就会被大批丧尸包围，我们留在这里只有等死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就反驳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没有救援？说不定大批部队正在消灭丧尸呢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好了。”不得不说，他们还是太天真了。病毒的扩散太突然，前期没有防备的人都是被丧尸突然扑倒，而且以前也没有做过对付丧尸的演练，这种突发情况根本没有反应时间。忽然听到外面一阵敲门声，我琢磨着还有幸存者，来到门口看到原来是宿管那老匹夫和他的侄子正在门外呼叫，让我们放他们进来。小雅立马想要过去开门，我连忙拦住他，毕竟前世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是一清二楚的，不能让他俩进来，他们是为了食物来的，而且心怀不轨，到时候会对你们造成伤害。这位同学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平常可是对你们很友好的呀，现在外面那么危险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听到这里，小雅说道：“诸葛，想不到你是这种自私的人，你们刚才进来我们都没说什么，现在倒好，自己安全了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。”我知道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，上一世就是他圣母心泛滥，让我们差点陷入危机。我没有在说话，看着他开门让宿管进来。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？走就走，我们一起出去，末世求生。宿管他们进来后，立刻说道：“刚才是哪个同学说不让我们进来？老师没有教过你们要互相帮助吗？更何况是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，居然选择见死不救。如果我是你的父母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。”说完，他侄子还想上来动手，小雅立马解释道：“宿管叔叔，他也是受惊过度，一下子大脑空白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不要再追究了。”
听到这里，他更加得寸进尺。小姑娘，看得出你是个好人，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下。某些人在末日为了自己的安危，会让你们大家置身危险。不瞒你说，刚发生灾难的时候，我就和我的侄子不顾危险，第一时间去每个宿舍寻找幸存的同学。虽然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可惜我们来迟了，许多同学都遇难了。听到这里，其他人都感到难过，同时也都敬佩宿管的英勇行为。这老匹夫真是不要脸，吹牛都不脸红。我接着说道：201宿舍的几个同学，他们有没有进行抵抗呀？还是说你趁他们不备的时候偷袭干掉了他们，然后拿完了他们宿舍的物资？听到我这样说，他俩顿时惊呆了，没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居然会有人知道，一时间静呆在那里。你这位同学不要血口喷人，什么叫我干掉他们，抢了他们的物资？我身上的物资可是我之前就买好。是吗？据我了解，你可是没有吃零食还有喝饮料的习惯哦。以前你还经常劝我们不要吃太多零食，还有喝饮料对身体不好。怎么这下你会拿着那么多的零食饮料呀？这是我打算周末带回家给小孩吃的。呵呵，你都说吃零食不好，现在却要带回去给小孩吃，这个不符合逻辑啊。这位同学，你一直针对我是何居心？我不想和你解释那么多。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其他幸存的同学，根本就不求回报，没想到居然换来的是这种质疑。是吗？那你侄子身上的血迹又是什么回事？这种通常是割破动脉造成喷溅才会有，你们身上没有开放性伤口，别和我说是他流鼻血弄的。听到这里，他们心里防线也开始崩溃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就在这时，小雅说道：诸葛，你别再说了，你有亲眼看到他们伤害了其他同学吗？一切都是你所谓的推理，我看你是柯南看多了，不要因为一些不确定的证据就冤枉好人。哎呀，小姑娘，还是你明白事理，不像有的人白读了那么多年书。如果我说上一世我就是差点遭他迫害，在场的人应该不会相信我的话，我也懒得解释。接着说道：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大批丧尸围攻这里，我们最好是收集一下有用的物资，出外寻找新的庇护所。我看你是想把我们大家都骗走，然后自己再偷偷溜回来这里，都想物资吧？同学，我这个年纪见的事多了，你这种伎俩还是骗不到我。要走你就自己走。对呀，这里物资充足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待救援部队过来，何必去外面冒险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会有丧尸包围这里？其他的同学也纷纷说道：我们在这里挺安全的，我是不想离开了。我接着对小金他俩说道：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走？走就走，我们一起出去，莫事求生。我们打算等雨停就离开。此时，在不远处的房间，变异的丧彪和前方正在和追猎者商量着什么。一大群丧尸正在围攻超市，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们带着一些物资走出了校园，现在首要寻找一个临时的庇护所，毕竟现在外面的环境可比校园内的要恶劣很多。除了丧尸外，还会遇到许多出来寻找物资的幸存者。在末世没有了任何约束，为了生存，人们往往都会不择手段。而且我们现在只有冷兵器，万一遇到武装分子或者一些暴徒，我们只有任人摆布。所以我们先在附近寻找落脚点。我们来到学校附近一处出租屋，这里比较偏僻一点，人不多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丧尸。我曾经陪过静静同学来这里找过房子，她说是为了方便周末陪干爹。当时我就觉得她是个好姑娘，周末房间不去和同学玩，而是选择陪长辈。老铁们，你们班有没有这种孝顺的女同学呀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来到2楼的一处房间外，敲了一下门，没有回应，估计屋主已经逃难或者是发生意外了。老规矩，阿健开始展现他2年半的开锁技术。不一会门打开了，我们进到里面，关好门。房间不大，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够了，毕竟我们不是来度假的。我们坐在沙发上休息，小金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我和他们说，下一步我打算去到新竹市。据我所知，艾琳她是在那里的艺术学院读书，现在是爆发病毒的前期，她应该还在学校或者附近躲藏。我要先一步找到她，然后和她去寻找爱因斯博士。新竹市离我们这里有1000多公里，
我们到时候可以乘坐轨道电车过去。电车是无人控制的，电力也是采用太阳能，只要轨道和车辆不有损坏，我们就能乘坐。具体原因我也没和他们说，因为说了他们也不明白。小金接着问道：怎么跑那么远的地方啊？你不是一直说想去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平常我们都是在周边转，这次我们要去趟远的地方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好爷，没有人能够约束我们了，终于能够自由自在了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，我们吃了些泡面，准备去休息。我则走到外面阳台透透气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尖叫声。我朝学校方向看过去，发现一大群丧尸正在围攻超市。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可惜当初他们不听我劝，还在期待所谓的救援。他们也在拼命的抵抗，在楼上投掷自制的燃烧符，大火瞬间燃起，附近的丧尸也没大火吞噬。此时我忽然想起来，上一世我们也是用的燃烧瓶，结果后面大火把玻璃门给烧破了，后面追猎者进去差点团灭我们。果不其然，远处响起了玻璃破裂的声音，接下来是各种惨叫声。不一会，声音逐渐淡去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我没有过多的悲伤，因为在末世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。接下来我要考虑的是去寻找艾琳和博士。第二天，我们收拾好往车站走去，来到车站，消灭了几个丧尸。接下来就等电车过来，忽然感觉到附近有危险靠近，我们警觉起来，远远看到变异的丧彪和前方朝我们走来。我不是已经干掉他了吗？怎么又复活了？想不到在他们后面居然有一只追猎者。丧彪边说边靠近我们。就在我们以为要大结局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，丧彪两人纷纷抱头倒地。看到丧彪和追猎者，我们不敢大意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毕竟有个智慧型丧尸在，我们三个未必是对手。只见丧彪来到我们面前，忽然开口对我说道：诸葛，算你命大，围攻超市的时候你不在，不过把其他人都感染了，你算是出了口恶气。什么情况？丧彪被感染了，居然还能说话，而且还保留了人类时候的意识，莫非他也算是智慧型丧尸？我带着疑问说道：丧彪，怎么说他们也是你生前的朋友，你居然带丧尸围攻他们？什么狗屁朋友，都是一般自私的人，出了事个个都离我远远的，可我以前还对他们那么好，不过我也没有忘记他们，这不都把他们变成我的同类了。那我还真是替他们谢谢你了。你别急，这不我也来找你了吗？说完他俩就朝我们过来，我赶忙挥刀朝他砍去，想不到他一个躲闪居然躲掉了。小金他们也过来帮忙，一起对付他们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们居然没有占到上风，这些有点危险了。怎么丧彪他俩变那么强了？如果是普通的丧尸，2下就被我们干掉了。现在可好，我们3对付他们还能打个来回，万一后面的追猎者一起上，我们肯定完蛋。不过还好，目前为止他还是比较讲武的，没有加入。不过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什么回事？他们好像可以预判我们的攻击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找准机会我们跑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话音刚落，丧彪忽然一个跳跃到我们身边，将我们震倒。由于受到重击，我们一下子也动弹不得。想不到这货居然有这种技能。乖乖的让我有上一走，加入我们吧。丧彪边说边靠近我们。就在我们以为要大结局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2声枪响，丧彪两人纷纷抱头倒地。追猎者见状立马进攻，不过在连续的射击下，也有幸成了一个挂掉的追猎者。正当我们起身想看看是谁救了我们，眼前出现的男人一下震惊到了我，来人正是杰森。上一世他的背叛我历历在目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解决掉他，免除后患。不过看着他手上的武器，我也只得作罢，毕竟他的枪法和格斗术可是一流的。你们没事吧？现在外面很危险，到处都有丧尸出没，还好我来得及时。谢谢大佬出手相助，大佬枪法真是太棒了，以后我们就跟你混了。大佬不嫌弃的话，带上我们吧，我们可以帮你拿行李。这2个还真是一脸小迷弟，可惜他们不知道，眼前的这个他们眼中的大佬，在上一世可是出卖我们的人。谢谢这位勇士出手相救，我们几个还有其他事，就不打扰你了。别这么说，诸葛，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。
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明明在这世我们是第一次相遇，难不成他也保留了前世记忆？原来在隔壁车厢还有几个幸存者，此时其他车厢的丧尸已经破门朝他们走来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其实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你名字，现在和你说可能一时说不明白，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和你解释。莫非他真的也是带着前世记忆重生了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也是有前世记忆的，否则不知道他会对我们做出什么事来。你们现在是打算去哪里？我们现在打算去新竹市。小金这货嘴太快了，我本来还想编一个借口骗他，这下好了，我们的行踪他都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我正想和你说，去趟新竹市找一个叫艾丽莎的女生，她的父亲是一位病毒博士，而她本身的血液是能够合成丧尸病毒阻断剂。爆发危机后，她父亲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找她，找到她和博士就能提前研制出药剂，控制这场灾难。现在将军也一定派人在到处找博士，你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啊！我们如果找到他们，就能控制这场灾难。听起来我们的任务非常重，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就是救世主了。这么酷的任务，我小金一定要去。这货还真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以为是在玩游戏呢。我们就是3个屌丝学生，这个任务太艰巨了，我怕我们办不到，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做吧。我们也只是想随便去个地方躲避丧尸而已。你那么厉害，自己去就好了。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会不会是想让我们帮他找到博士？上一世就是他公子爱人的血洗，还把我们的位置出卖，导致指挥官为了做我牺牲了。实不相瞒，这个任务也只有你可以做，后面我会找机会慢慢和你解释。现在外面那么危险，我们怕自身都难保，这怎么去救人啊？你先拿着这把手枪路上防身用。说完递给我一把格洛克手枪和1盒子弹。我们3就一把手枪不够用啊，要不把你手上的 HK-416也给我们吧。听到这里，他一脸懵逼，估计没想到我会这么脸皮厚吧。这枪我也是要留着拿来防身的，我还有其他任务在身。你们去到新竹市，找到当地警署，里面有大量武器，够你们3用的。说完又拿了2颗手雷给他们。这个用的时候要小心，拉开保险2秒就要扔出安全距离，不然会被破片伤到。说完，他给了一个通讯器给我。如果找到他们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会带人过来救援你们。我看你是第一时间过来抢走他们吧。我假装答应他，不一会电车到站，我们就上车了。来到车上，我们这节车厢没有一个人，还真难得。以前都是人挤人，不过也难怪，现在末世，谁还冒险跑出来？小金又激动地说道：“好意，爆车的感觉，不知道这车上会不会有丧尸？”这个乌鸦嘴，还没等他说完，就听到隔壁车厢的尖叫声。原来在隔壁车厢还有几个幸存者，此时其他车厢的丧尸已经破门朝他们走来。此时的城市外面已经是满目光痍，造成一片狼藉。在这危机时刻，我毫不犹豫掏出杰森给的武器，开枪解决掉了几个丧尸。凭借着上世的记忆，我的枪法还是弹无虚发。小金他俩也是一脸惊呆。哇塞，朱哥，你的枪法怎么那么好，居然枪枪爆头？我小时候经常去公园打气球练的。他俩也没怀疑什么。此时几个幸存者也赶紧跑来我们这边车厢，关好门。我让他们用衣物遮挡住门口玻璃，丧尸一旦感觉到有幸存者就会发狂进攻。门外开始传来大批丧尸的声音，看来前面的车厢已经沦陷了。谢谢你们出手相救，我叫你好。我叫王子彤。我叫阿秋。你好，同学，我叫小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的名字真好听。小金这货看到异性又开始花痴了，看来当初家里给他取名卫生巾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。王子彤我认识，他是武器研究所的一名学生，在上一世我遇到 BOSS 石头人的时候，是他出手相助，用冷冻枪才解决掉他。此时的他并不认得我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
我们几个是武器研究所的学生，本来一行人和老师来参加未来武器展的，后面爆发丧尸，老师本来要带我们一起回学校的，结果混乱和其他人都走散了，我们只能先回学校看看情况。我记得前世他说他的同学们都被丧尸感染，只剩他一个人，莫非就是刚才的袭击？这事刚好被我遇到，阴差阳错的救了他们。你们学校在哪里？现在那边还安全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我们约定了回学校会合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我本来想带上他们一起，不过想到我们接下来可能遇到的危险，还是算了。你们如果回到学校安全的话，就不要乱跑，收集好食物，建立好安全区，将来等我完成任务了回来找你们。说完，我把手上的唐刀递给了梓潼，有个武器在身上也安全点儿。此时的城外面已经是满了光，赵峰推荐吧。我要尽快找到艾琳和博士，让他研制出解药，结束这场丧尸潮。忽然一阵强力的撞门声，感觉是一个体型巨大的丧尸要破门而入，这下惨了！如果是个超级丧尸，那我手上的武器还不一定能对付他。不一会，门被撞开了，一个智慧型胖子丧尸走了过来，后面还有一群小弟，我赶紧要其他人往后车厢跑去，然后让他们关好门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可以对付他，我们要留下来帮你一起。你们在我到时候顾不了那么多，你们快走，我一个人就可以。说完，我从小金手上拿了之前杰森给的一颗手雷，估计等下会用到。我小的时候在路边遇到一个乞丐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的奇才，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然后掏出了一本秘籍，这书是无价之宝，见和你有缘，就10块钱卖给你。我就把所有的零花钱买了这本书，回去苦练。等小金他们离开后，我果断用枪先干掉几个普通丧尸，毕竟我可不想等下对付特殊丧尸的时候被围攻。只见那个胖子丧尸来到我面前，忽然朝我吐出毒雾。好家伙，还好我早有防备，之前见过他的攻击方式。我一个翻滚躲了过去，同时朝他开了几枪。不过他皮糙肉厚，这几枪对他来说造成不了什么伤害。他继续朝我攻击，我一个滑铲到了他后方，直接朝他后脑补了几枪。由于他行动缓慢，我利用敏捷的躲避，还是可以和他周旋的。等他转身过来，我直接给他一个侧踢，这脚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他被踢到退后2步，而我被他的肉反弹，直接摔地上。正当他要继续朝我攻击的时候，我看准时机，迅速跳到他头上，朝他嘴里扔了颗手雷。随着一声爆炸，他也被炸成一堆肉泥。我如今能有这一身手，也多亏上一世杰森的教导和后面的经历，不然在末世很难生存下去。此时，其他人也看到我解决了这些丧尸，纷纷朝这边车厢走来。多少太牛逼了吧！你这身手哪里学的？怎么以前没见你用过？不然上标也不会一直欺负你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又想到以前被丧彪欺负的日子，如果那个时候我有这身手，我肯定要他好看。我编了个理由和他们说，我小的时候在路边遇到一个乞丐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的奇才，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然后掏出了一本秘籍，这书是无价之宝，见和你有缘，就10块钱卖给你。我就把所有的零花钱买了这本书，回去苦练，才有了如今的身手。不过他说不到万不得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武功，所以我之前被丧彪欺负，一直没有还手。哇，那有机会教我几招喂，将来我也要维护世界和平。这货又开始幻想了，没办法，谁小时候没有一个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呢？等以后找到安全的地方，我再教你。好耶！将来我练成绝世武功之后，我要开一家武馆收徒，以后你们就叫我金馆长。其他人也纷纷呼应。当下我们还是先找到安全的庇护所再说。梓潼，你们几个也要注意安全。如果学校里面有危险，第一时间往偏僻的地方跑，千万不要去以前热闹的地方。比较热闹的地方人多，也就代表着被感染的丧尸也会多。他们点了点头。忽然电车响起了警报。原来在远处有一辆电车停在了轨道上，
眼看两车距离慢慢靠近，我赶紧跑去控制室进行紧急制动。好在最后一刻电车停了下来，赶紧下车。这里离我们学校不远，我们步行回去就好。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，记得我和你们说的，收集好物资，建立安全屋。说完和他们告别，我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地图，现在距离艾琳的学校还有一段距离，如果走路估计有点费腿。那我们看看路上找辆车开过去。别忘了，我可是有2年半的修车经验，开个锁小意思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在末世，唯一的乐趣就是体验零元购。一路上几乎都是破损的车辆，想找一辆好车还真不容易。不久，我们走到了一个警署门口，忽然我想到杰森临走前说的，来到这边的警署里面可以找到武器，有了武器我们就安心多了。不过我们也不懂里面现在的情况，会不会已经被丧尸占领？我让他们俩小心点。我们悄悄地走了进去，果然一进门就遇到几个丧尸过来热情打招呼，不过也被我们2下就解决了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要去找到武器室，一路干掉了几个丧尸，来到武器室门口，不出意外已经锁门了。此时轮到阿健登场，用他那2年半的技巧一阵倒腾，居然没开成，看来这个门有点难度。这下尴尬了，小金赶忙安慰道：你行不行啊？你不是说城市间什么锁都能开吗？还指望你下次去开金库门呢？大哥，我只有2年半的经验，像这种锁我可没有学过，而且解锁难度不是一般的高，你去叫个开锁师傅也不一定能开。那怎么搞？眼看武器就在里面，我不想用斧头了。我们去外面找找看，钥匙可能放在某个地方。说完我们往回走，快到大厅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枪声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有人进来了？此时我们也不清楚对方是什么人，万一是武装人员就惨了。我们偷偷地躲在旁边看看大厅的情况，发现原来是一个警员正在对付几个丧尸。眼看寡不敌众，我赶忙开枪支援，消灭了丧尸。我们来到他跟前，谢谢你们出手相助。现在外面到处是丧尸横行，你们千万不要乱跑。那其他的警员呢？刚出现危机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去外面维持秩序，可是后面场面控制不住，他们基本都牺牲了。我当时是在局里守着，才没有被感染。刚才外面进来已经关好门了，怎么会有丧尸进来的呢？我刚才是出去想要寻找食物，后面遇到一群丧尸，我跑回来，可是已经来不及关门了。此时那个警员表情非常难受，像是受了伤。我出于警觉看了一下他的身上有没有伤口，果然在他的手臂有一个明显被丧尸攻击过的伤口。他也知道自己就要被感染了，把武器递给我们。我被丧尸咬伤了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他们那样，到时候给个痛快。在末世这种事情见得太多，我没有太过伤感，只希望给他留有最后的体面。你知道武器库钥匙在哪里吗？在我身上。说完把钥匙递给我。正当我们要上去拿武器的时候，忽然一个追猎者将那个警员扑倒。小金二话不说，拿起喷子直接朝他开枪，他一个躲闪，结果居然打在他身旁。眼见追猎者在袭击那个警员，我们手上的火力也不足以对付他，趁着他现在没空理我们，果断跑去枪房。虽然抛弃警员逃跑有点不厚道，但是他已经被感染了，变异只是个时间问题，关键时候千万不能圣母，否则可能会害死其他人。我们一行人来到枪房，里面摆放了许多轻武器，重武器一个都没有。不过对于警用来说已经够了，毕竟不像军方要对付的目标不同。小金他们看到里面的武器惊喜不已，哇，这里太多枪了，有了他们我还怕谁？随后各自挑选了喜爱的武器，小金拿了一把散弹枪，这货对大的物体比较执着。我和阿健则是选择了 HK-416， 主要是这枪以前玩吃鸡的时候我喜欢用，帅就完事了。我还拿了一些闪光弹、手雷、烟雾弹，这些估计以后会用得上，我也没敢让他们拿这些，我担心他们一激动往自己脚下扔，那就BBQ了。我简单的和他们说了一下使用方法。武器无论什么时候千万不要对着自己人，开枪的时候记得瞄准了再打，没适应后坐力的时候尽量点射，不用的时候记得关上保险。
知道了，我怎么说也看过不少枪战片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呀。回想上一世，还是杰森带我们去练习的射击，当时的我们可谓是人体描边大师。带上武器，我们走出外面，发现追猎者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了。看到我们手上的武器，他也是有点忌惮，没有马上进行攻击。小金二话不说，拿起喷子直接朝他开枪，他一个躲闪，结果居然打在他身旁。之前你用自动步枪瞄边我就不说了，用喷子你也能瞄边，真是人才。看到小金开枪，阿健也跟着开始了他的人体瞄边，两人刚出门就把我刚才说的忘了一干二净，不一会他们就把子弹打光了。此时追猎者估计是看到我们这些菜鸟对他没什么威胁，马上开始朝我们扑过来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他在地上的时候行动非常敏捷，可是当他进攻飞扑的时候，根据牛顿定律在空中他也只能惯性前进。我马上朝他头部一轮射，直接把他打倒在地。哇，猪哥，你枪法太猛了，什么时候我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其实在上一世你们后面的枪法也很厉害，只不过现在的你们没了前世记忆，还是一个菜鸟，以后有机会多练习一下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拿到武器了，去外面找辆车子，马上要去找到艾琳他们才行。什么是艾琳？前面杰森不是说找艾丽莎吗？忘了他们不懂艾琳，说来话长，找到他们我再慢慢和你们解释。说完我们朝外面走去，刚走到大厅，迎面遇到3个幸存者，他们手上都拿有手枪，还没等我说话，他们3个马上举枪对我们说把枪放下。听到这里，他们俩吓得立马把手上的武器扔地上。卧槽大哥，我们拿的可是自动步枪和散弹枪，居然让对面3个拿手枪的给吓到。这个也不怪他们，毕竟对于一个普通的良好市民来说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看到拿枪的歹徒本能的就会害怕。喂，小子，还有你呢，别逼我们开枪。眼看现在他们3把枪对着我们，就算我再快也不可能同时干掉3个人，无奈我也只好放下枪。老大，我就说嘛，来这里肯定有收获，我们的武器又可以升级了。对呀，有了这些武器，我们就可以去艺术学校报仇了。上次去那边被那个叫艾丽莎的婆娘打得我们抬不起头，这次我们一定要回去教训一下她才行。到时候把她活捉了，留给老大享用。我们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女人。几个人边说边露出猥琐的笑容。听他们说到艾丽莎，我马上提起精神，证明她现在还没事。不过看到这些人已经去过他学校那边找麻烦，看来他在的地方也不安全，我要尽快去找他才行。老大，那他们怎么处置？到时候扔到外面帮我们吸引丧尸吧，快去把他们的武器给拿过来。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我快速的掏出刚才拿的闪光灯扔了出去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一声爆炸，在场的其他人视力瞬间被强大的光照弄到短暂性致盲，我则掏出手枪逐个给他们点名。等他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地上已经躺着3个人，他俩还一脸懵逼，拿上武器，我们赶忙走出警局，来到门口，发现这里停了一辆车子，应该是刚才那3个人的。二话不说，直接上车往艾琳学校方向走去。眼看就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发现前面的路都被报废车辆堵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下车步行过去。一路上非常安静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大家都打起精神来，观察好四周。突然从旁边的车子里面窜出来一个丧尸，将小金扑倒。此时四周也开始出现许多丧尸向我们袭击，阿健也被丧尸近身攻击，只剩我一人拿枪还击。面对源源不断的丧尸潮，我估计坚持不了多久，我们就都被他们包围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响起了枪声，丧尸们应声倒地，我赶紧解决掉剩下的。然而等我缓过神来，发现小金和阿健他俩都被丧尸抓伤了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久就会变成丧尸。此时他们也知道了自己的情况，脸上也露出悲伤的表情。这个时候有3个幸存者朝我们走来，应该就是他们刚才出手相救。走近一看，带头的居然是艾琳，我喜出望外，想不到竟然遇到她。还没等我高兴一下，旁边一个人说道：“他们2个被感染了。”瞬间另外一个人也举枪对着我们。
看到这种情况，我赶紧也举枪和他们对峙。大家都冷静下来，放下枪，不要冲动。丽莎他们被丧尸抓伤了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感染的，到时候我们都会有危险。我知道，我们先把他们带回去，安置在安全的室内。等我爸爸研制出病毒阻断剂，就可以救他们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也轻松了许多，还没来得及寒暄几句，忽然又有大批丧尸朝我们袭来。这次的规模比前面大好多，里面还有几个智慧型丧尸。眼看大批丧尸来袭，我们开始朝他们射击，可是丧尸数量众多，手头的轻武器弹药根本没法有效消灭他们。就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后方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各种武器一轮猛烈击，瞬间将丧尸消灭殆尽。会是谁出手救了我们？正当我疑问的时候，直升机靠近我们，原来是杰森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带着疑问，我们一行人回到了艾琳他们的庇护所，带着小金和阿健来到艾因斯博士这里，给他看了一下他们的伤情。目前这种情况，他俩避免不了会被感染变异。我这里有些病毒血清，给他们注射可以暂时缓解他们的变异，但是这个血清毕竟不是完美的产物，不能完全阻断病毒感染。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呢？我女儿的血清是特殊血清，和丧尸病毒血清融合，可以提炼出阻断剂，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尝试了各种类型的丧尸血清，依旧不能做出完美的抗病毒血清。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拿到当初威廉博士发现的远古病毒，用它来合成，估计才可以完美解。那个远古病毒放在哪里？听说威廉当初拿到它的时候，就在太平洋一个叫恶魔岛荒岛上秘密建立了一个研究所，不过那里守卫森严，而且他还在那边研究基因战士。如果能够拿到远古病毒，研制出阻断剂，我们就能结束这个丧尸危机。不过此次任务危险重重，所以我们也一直没有行动。那我去吧，为了结束这个危机，也为了救我的2个朋友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诸葛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明明这一世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难不成他也重生了？不瞒一说，就在丧尸爆发前，我忽然惊醒，感觉做了一个很久的梦，可是梦里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吻合，我甚至可以预先知道接下来发生的危险，从而进行规避。从那刻起，我感觉到自己重生了。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荒谬，在上一世我们在末世中相遇后，便一起经历了许多危机，可是最后还是没能阻止灾难，然后我就重生了。听到这里，我也会心一笑。好久不见，艾琳。听到我叫这个名字，他也惊讶了。莫非？对的，我也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。那我们准备一下物资，前往恶魔岛。不行，此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留在这里吧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你自己一个人去那不是更危险？没有一个人照应怎么说？前世在末世生存下来，我也学到了不少求生技能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和他一起去吧。此时从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杰森。这货居然在外面偷听，想不到你们也是重生者。其实我也是，上一世我做过对不起大家的事，我深表歉意。想不到威廉利用完我之后就把我抛弃了，这事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我和诸葛一起去吧，我们俩一起会有安全点。我知道你们对我有顾虑，如果我要出卖你们的话，现在这里已经被武装人员包围了。听他这么说，确实是最好的方式，毕竟有个人一起去有个照应。如果是艾琳和我去，我会担心。将小金和阿健他俩关在一个安全的房间，我们来到外面。刚才和艾琳一起的2个幸存者，女的叫困困，男的叫高墨，他们都是在危机下幸存下来的，也有一定的生存技能。你们就留在这里做好防御工事，因为现在威廉正在到处找你们，而且这个地方也会成为不少幸存者抢夺的目标。有机会你们可以去南边的武器研究所寻找几个幸存者加入你们，他们叫王子彤、阿峰和你好，让他们带着那里的特种武器过来。说重生高考考场，我发疯一样冲了出去，因为考完英语后，监考老师会变成丧尸，世界末日就此降临。
我必须在考试的2个小时内囤积足够多的物资，躲进安全的地方，熬过最危险的前7天。坐在考场，看着面前刚发下来的英语试卷，以及墙上指向下午3点的挂钟，我全身都在发抖。尤其是看见那个秃顶监考老师，我确信自己重生了。在2个小时后交卷的那一刻，监考老师会突然抽搐，接着张开血盆大口扑向旁边的监考老师，一口咬下，惨嚎惊天。潜意识我在末世中苟活，开启了长达3年的末日生存，后来在无数丧尸的包围中跳楼身亡，重生到了现在期末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场上。我深呼吸，冷静思考，很快平静了下来。3年的末日生存已经造就了我良好的心理素质。短暂的震惊过后，我立刻规划好了逃亡步骤。首先，我必须尽快囤积一定量的物资，最起码可以让我消耗7天，因为前7天是最恐怖的丧尸爆发期，几乎每个在外的活人都会被咬死。然后尸变，我必须找到一个可以抵御丧尸的安全屋，绝对不能像上一世那样乱跑啊！我目前只需要考虑这2点，因为时间不够了。对应这2点，我选定了2个地方，一是食堂旁边的超市，二是我的宿舍。超市可以买物资，宿舍我能快速布置防御措施。我们教室是考场之一，我宿舍离我现在的位置也就3分钟距离。我也考虑了一下，要不要离开学校去找更安全的地方，毕竟学校人太多了，容易出事。可短短2个小时，实在无法让我考虑的更加周全了。我现在只能就近囤货，然后快速躲藏，不再多想。我站了起来。老师，我肚子疼。2个监考老师一愣，其他同学听到露出奇怪的表情。我不理会，径直往外跑。其中一名监考老师让我站住，可能觉得我是要出去作弊，我哪里会站住？要是被他缠上时间就更不够了。监考老师又惊又气，赶紧来追。我已经从厕所后面绕到了通往食堂的通道。由于是考试，到处都静悄悄的，校道上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冲到超市，喊到老板帮我抱2箱矿泉水。老板正在玩电脑，见我突然跑进来，不由得问道：哪里来的？不用考试吗？我急忙敷衍道：我一道题都不会，就不考了。买点东西请全班同学吃，吃完散伙。说罢，我便抓起袋子开始扫荡物资。由于超市不大，物资还是不太丰富的，我主要是拿泡面、压缩饼干、牛奶、罐头这些。老板帮我抱了2箱矿泉水，说道：你可真牛啊，考试都不考了，回家不会被你爸妈胖揍吧？我回答道：说了，我是亿万富翁，摊牌了。我家其实很穷，我是奶奶养大的。前些年奶奶也去世了，我用存了很久的生活费，将能买的都买了，其余能果腹的零食加起来也有100份。我开始装日用品，包括消毒液、绳子和剪刀之类的。我还买了一把西瓜刀。老板惊呼：这些也是给你同学的吗？我解释道：我打算等下去买几个西瓜，买把西瓜刀很正常吧？老板这才放下心来。我不贪婪物资，因为我的时间实在太少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便把物资分批扛回宿舍存放。接上集，我在超市购买了大量物资之后，便朝宿舍跑去。宿舍不远，而且我的宿舍在2楼，所以搬运很方便。到了宿舍楼门口，宿管疑惑的看着我，我微微低下头说道：我是超市的员工，有同学让我帮忙运东西去他们宿舍。宿管不记得我这个小透明，让我自己折腾。他自顾自的刷着手机。我把所有物资搬进来，看了下时间，还有不到40分钟考试就结束了。我抓紧布置宿舍门，必须反锁。我不打算放任何人进来。上一世我见证了太多的人心险恶，这一世我不亲近任何人。我将桌子推过来抵着门，西瓜刀直接放在桌上，然后用海报贴住了窗口，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里面。我再跑去厕所，把所有的桶都接满水，这是宿舍最大的优势。如果后期无法逃离这里，水就是命。还有就是将充电宝充满电，末世电源可是稀缺物品。做完这一切，已经是下午5点49了，还有1分钟考试就结束了。那种在末日里的紧张感一阵阵袭来，但我的脑子依旧冷静。最后1分钟，我飞速考虑了一下隐患，这是在末日生存养成的好习惯。
最大的隐患应该是门锁。我们学校的宿舍门是木门，锁也是比较老旧那种，要是被一直撞击，大概率会脱落。我假设最坏的情况，如果有人破门而入，我应该怎么处理？下一刻铃声响起，不久我听见了欢呼声、脚步声和议论声，随后便是尖叫、哀嚎和惊哭。学校乱了，整个世界也开始乱了。我听着外面刺耳的惨嚎声，心里却渐渐平静了下来。我已经习惯了，无论是谁死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有任何波动。不久，惊叫声蔓延到了宿舍楼，一些离这里近的学生没头没脑的往宿舍跑，这是我料到的，也是隐患之一。楼梯上全是脚步声，渐渐的也有了丧尸的嘶吼声。猛的一声炸响，有人惊慌的撞到了我的宿舍门，我还听见了钥匙的声音，有人在开门。我微微皱眉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这是选择宿舍囤货最不安全的一点，我充分发挥了宿舍的优势，但现在要面对宿舍的劣势了。我先不出声，过去按住门把手，加上我已经反锁了，钥匙是打不开的。只要打不开，外面的人大概率会继续逃去别的宿舍。可这时外面却传来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谁把门反锁了？有人在里面吗？我听到一个熟悉又讨厌的声音，是社长丧彪。学校很多女生都说仰慕他的才华，都封他为校草，说毕业后要嫁给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好父亲。恭喜丧彪同学获得全市作文比赛第1名，题目是我的市长爸爸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，前世他经常欺负我，因为我家里穷，他把我当下人使唤。碍于他的家世，老师们都不敢得罪他，而我就只能忍受长达几年的校园霸凌。我曾一度想过要离开人间。前世他为了活命，把我推去丧尸群，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。可见我多么恨他。现在我不可能放他进来，因为我知道他一旦进来，我肯定活不成。我用力抵着门，只要等下丧尸追来了，他们就不得不离开。此时一个男生大叫着，肯定有人在里面，快开门，我们要进去。然后开始撞门，女生则扒拉窗户，窗户我也提前用海报挡住了。由于拍打，一张海报掉落，正好让外面的人看见我的半边身子，这下芭比 Q 了。丧彪看到我之后破口大骂：“你神经病是吧？快给我开门！”我不为所动，只等丧尸赶紧追过来赶跑他们。但事与愿违，丧尸并没有来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，因为外面的人太多了，他们吸引了大量的丧尸，所以这里反而很安全。男生们更加疯狂的撞门，我暗骂一声，这样下去不行，真被撞开就完了。我迅速改变了策略，说道：“不要撞了，撞坏了谁也没法躲。你们相互检查身上有没有受伤，无论是什么伤都不能进来，因为有可能会被感染了。”听到这里，他们也是怕死的，赶紧敷衍的相互检查起来。我再次说道：“被抓伤咬伤的会变异成丧尸，你们最好检查仔细点，不然我们全部人都要完蛋。”检查完毕后，他们对我说道：“没有伤口，我们都没被感染。”这时一个女生迟疑到丧彪的手在流血，她连忙解释道：“这是刚才被树枝划伤的，手上赫然有一道清晰的伤痕，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被丧尸抓的。”于是我做出了决定，丧彪不能进来，其余人可以进来。我凭什么不能进？突然脸色大变，哭了起来。其中一女生劝我说道：“丧彪是被树枝划伤的，他没有被咬，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吧。”此时的我无比冷漠。末日之下，想要生存，首先不能心软，更不允许有圣母存在。僵持了一下，忽然一个喜欢他的校花说道：“丧彪，你还是离开吧。”丧彪听到那女生的话，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。那女生二话不说，便拉着丧彪走了。此时有人说道：“他们走了，快开门啊！”我知道丧彪肯定没走，他跟我玩小把戏呢。此刻有人还在不停地撞门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怕门锁会坏掉。到时候怕是连我都没地方躲。我不怕放他们进来，我自信可以将这帮人变成手下。前世在末日待了3年，对付单个丧尸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丧彪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感染尸变，到时候我干掉他，其他人一定认我做老大。在末世为了生存，人们往往都会选择跟随强者。随后我便打开了门，门刚打开一条缝，就被人一脚踹开。外面的人纷纷涌进宿舍，不出所料，丧彪和那个女的也在最后面进来。